失业在家的第3个月，我被轰去接侄子放学。正在秋风中发呆时，身后传来一阵踌躇的脚步声。我兴冲冲的回头，老师，是放学了吗？谁知站在眼前的是分手3年的前男友江毅。他双手插兜，紧抿着唇，下颌线依旧清晰可见，但几年不见，似乎更成熟了。我揶揄他，来接孩子啊？来接儿子，声音熟悉低沉，还带着几分疏离和克制。我口中的棒棒糖，平白生出来几分苦涩。亏我昨天还梦到他，人家孩子都上幼儿园了。少吃点糖，不是牙疼吗？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我埋头用脚尖展着一颗不规则的石子，嘴下却不饶人，不疼，我也来接儿子。江毅没再说话，周身的气压低得有些吓人，目光就这样直勾勾地落在我身上。在我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，侄子掂着书包跑出来，一把环住我的双腿。侄子刚要喊姑姑，我朝他晃了晃手中的棒棒糖。这是我多次相亲和侄子达成的默契，遇到想谈的喊姑姑，遇到不想谈的喊妈妈，棒棒糖为号。可惜还从没碰上过想谈的，任何人和他比起来都有些黯然失色。小侄乖乖昂头喊我妈妈，江毅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。好不容易挨到他儿子出门，小朋友打着精致的小领结，脚步迈得成熟稳重。看到我的瞬间，小朋友微微愣神，来回打量我们，看到江毅神情严肃，又紧抿了唇，朝他走去。行为举止活脱脱一个小江毅。宁宁，回家了。江毅弯腰，熨贴的西装勾勒出紧致的腰身。他单手抱娃，身子慵懒地靠在迈巴赫上，应该在叼根烟才是。我正欣赏的出神，他忽而开口，朝我阴阳怪气，林青青，你儿子可真多。多？难道他怀里那个和我7分相似的小奶娃是我儿子？可没等我回过神来，他早已扬长而去。后悔了吧？小侄拽了拽我的衣角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回家吧，姑姑。小大人似的，不知道平时都学点什么。我揉揉小侄的头，领他回家后，试探性的问了问，妈，你说会不会有人带球跑？但我不知道啊。老妈朝我翻了个白眼，让我哪凉快哪待着去。我就说嘛，我如果生过孩子，怎么会完全没有印象？刚准备起身，桌上的手机接连震动了起来。毕业3年的大学群里，班长正招呼着聚餐，我本不想去，但抬头正对上我妈那个幽怨嫌弃的小眼神。我打开手机，默默戳了戳多年未联系的舍友王林，江毅不去吧？我去，你诈尸了呀？不来吧，他在家带娃，听说班长约他喝酒都不出来，他秒回。除了我，谁都知道他是个好爸爸。我心底酸涩，抠着往日的合照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聚餐定在了大学附近的餐厅，我进去时，已经有不少人在寒暄了。我昨晚睡觉踢翻了被子，只能哑着嗓子和王林打招呼。沸腾的人群刚要落座，门被蓦然推开，逆光中站着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。江毅也没在群里说要来啊。他的到来彻底点燃了人群。我受不了了，几年没见，他怎么一点都没变？救命，校草吃了防腐剂吗？我才上了几年班，就已经老10岁了。江毅性子冷，但架不住长得帅，不少姑娘喜欢。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怎么在几百条表白墙中找到我的。班长上前和江毅打招呼，你总说在家带孩子，今天怎么来了？他的眼神讳莫如深，隔着众重人群落在我身上。今天不一样。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我躲闪着他炙热的目光，头顶忽而落下一片黑影，我可以坐这里吗？大家的目光跟随江毅一路落到我身上，仿佛我摇摇头，这就是一出爱而不得的大戏。我和江毅的大学恋爱无人知晓，我甚至都没有在朋友圈公开。除了王林，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草草散场的恋爱。我哑着嗓子说了句随便。江毅周身还带着初秋的寒气，脱去黑色大衣，里边是紧致的浅蓝色条纹衬衣，还有一对皮质的袖箍，小臂上的青筋清晰可见。我的目光一路向上，落在他突兀的喉结上，他那里最为敏感，每次我落在那里的时候，他都会克制的站立。危险，他可是已婚有娃的人了。我红着脸，逼自己专心埋头干饭。酒过3巡，
有人提议玩游戏，不能喝的先说啊，到时候别扫兴啊。林青青的酒，我替她喝。江毅直勾勾的盯着我，声音不大，却落入了在场每个人的耳中。我去，还有我不知道的八卦。校草每天在家带孩子，带的不会是和林青青的孩子吧？我实在不知道，他今天吃错了什么药。王林见我发愣，连忙出来打圆场，对，青青感冒了，我们替她喝。新婚燕尔的团支书美滋滋的开场，第一个还没结婚的喝。在场的开始打趣这些早早结婚的新人，手下已经不自觉倒起了酒。人声鼎沸中，江毅转头问我，喝吗？喝吗？喝吧，纸又包不住火。我点点头，看到江毅暗松了一口气，嘴角止不住的上扬。一杯酒下肚，紧接着他又倒了一杯。团支书兴致正佳，口无遮拦的高声打趣，江毅，你怎么喝2杯？你也没结婚。八卦的目光齐刷刷的扫射过来，大家开始窃窃私语。原来是单亲爸爸，怪不得连喝酒的时间都没有。我去，校草是离婚了吗？是重金求子后又被双双退货了。话锋逐渐走偏，我挪开他手中的酒杯，替他辩解，他就是提前倒一杯。江毅湿漉漉的眼睛紧盯着我，却始终不肯放手。这杯我喝。团支书摇着酒杯，晃晃悠悠的朝我们走了过来，藏着掖着不让我们见，难道已经离了？江毅并未正面回答，这是第2轮的问题吗？语气清冷，却不容置疑。江毅不喜欢和人亲近，但态度很少会这般强硬。几年未见，他好像变了。许是被孩子妈妈伤透了心吧？我心中不是滋味，捧着茶水转移话题，下一轮该谁了？是江毅，喜欢的人在现场的喝。班中不乏成双入对的情侣，纷纷起哄，这轮不能代替啊，得喝交杯酒才行。江毅倒了2杯，其中1杯是温热的茶水，杯沿落了豆大的水珠，被轻推了到我面前。这次他没问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旋着手中的茶杯，杯壁将温热传递到每一处神经。江毅生来就是一双桃花眼，琥珀色的眼眸好像随时可以把人拽入温柔乡。我心中犹豫，忽地看到了他左手无名指上一闪而过的光亮。班长指挥新人喝完交杯酒后，将目光投向了我们。林青青，你喝不喝？这一轮不能代替啊。我埋头轻抿了一口热茶，哑着嗓子摇摇头，我不喝。江毅眼中的光亮瞬间消失，无意识地转着指尖的戒指。初恋在现场的喝，前任在现场的喝。江毅把喧闹声抛在脑后，每一轮都来者不拒，恨不得喝下双倍才肯罢休。饭局过半，王林被男友接走，班长扶着七仰八叉的同学坐上了出租车，还不忘回头嘱咐我，江毅替你挡了那么多酒，就交给你了。班长看起来神经大条，但心思敏感细腻。其实每一轮我都应该喝的。江毅是我的初恋，是我喜欢的人，是我午夜梦回依然会想起的人，但现在他是一个不再属于我的前任了。我独自回到餐厅时，江毅正安安静静地趴在桌上，袖箍已经被他扯了下来，衬衣变得凌乱不堪。我公事公办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餐厅要关门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俯下身时，正对上他醉醺醺的眼眸，他笑了笑，踉跄着起身，走吧。路上，我把大衣递给他，他却自然地披在了我的肩上，一如多年前的某个普通夜晚。我不冷，不用了，我扮演着客气又疏离的合格前任，褪下肩头的衣服。江毅却并不伸手，一步一挪，乖乖坐上副驾。算了，和醉酒的人争这些细节有什么意义呢？上车后，我调整驾驶座时，江毅粗暴地扯下领带，抬手扔在了后座。江毅其实酒量并不好，他外出应酬，经常一杯就倒。蜂蜜解酒，但他觉得太甜，总是闹着不肯喝。江毅慵懒地靠在座位上，衬衣卸下了2颗扣子，微红的胸膛剧烈起伏，重点是安全带还没系。导航上有家里的地址吗？系上安全带，我送你回去。我红着脸挪开目光，戳了戳他。江毅不为所动，怕是醉得不轻。我只得侧身去够，手却结结实实地落在了他发烫的胸膛上。真不是故意的。好一番折腾后，终于跌跌撞撞地把江毅送回了房间。我累得不轻，
顺势躺下休息。夜色中，我们呼吸交错缠绵。江毅就躺在我近在咫尺的地方，影影绰绰，和我梦中的少年重叠在了一起。我没经住诱惑，半俯下身，轻轻在他脸颊落下了一个吻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睁开了眼睛，四目相对，他的眼神迷离，摄人心魄。我被盯得败下阵来，我打车回去了。他抬手用小臂遮住眼睛，在我身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太晚了，2楼右手第一间是干净的客房，明天再走吧。江毅的别墅确实太过偏远，我没再推脱。临走前，我试探性的问他，要喝点蜂蜜水吗？过了许久，他才缓缓开口，麻烦了。水池旁有好多儿童专用的小餐具，可爱诱人，蜂蜜罐放在柜子深处，旁边是熟悉的白酒花椒，我牙疼时，他会让我咬着浸满花椒水的棉签。宁宁也会半夜牙疼到睡不着吗？想起来，宁宁的名字，他总是喊得极其温柔，原本他们一家3口应该很幸福吧。我给自己冲了一杯感冒药，又将调好的蜂蜜水递给他。诺，喝完早点睡，酒后不要洗澡。他的视线停留在我手中的蜂蜜水，过了很久才撑起头问我，林青青，你有忘不掉的人吗？我当然有。他连牵手都要经过我的同意。他会在我半夜牙疼时塞给我花椒止痛。他会开车去城市的另一端，专门为我买糖炒栗子。他会把我规划到未来的每一天。但他忘不掉的那个人，却不是我。2楼的房间像是有专人负责打扫，白色的书柜上一尘不染。江毅说2楼是客房，但屋内的陈设分明和我之前的房间一模一样。难道他对每个客人都是这样的吗？我洗了个热水澡，辗转做了一夜的梦，梦到江毅将刻有我名字的戒指缓缓套入我的无名指，梦到江毅环着我的腰，问我婴儿床要粉色还是要蓝色，梦到我翻着字典问江毅，孩子叫宁宁怎么样？梦到我变成了一个叫尹薇的女孩，在孤儿院长大，变成大城市的一颗无依无靠的蒲公英，没人疼，没人爱。荒诞的梦，简直毫无逻辑可言。一觉醒来时，天已大亮。江毅和宁宁围坐在楼下餐桌，不知道低声说着这些什么。江毅换了一身熨贴的烟灰色西装，指尖的戒指不见了踪影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两人同时向我问好，我捏了捏江宁的脸蛋，顺势坐在了他身旁。江毅将面前的盘子推给我，三明治，可以吗？我点点头，3、2口塞进嘴里。上学时最喜欢的就是食堂2楼的三明治了，限量限购，显得更加诱人。江毅总会早起，替我去抢头一份。我有个重要的会，方便帮我送一下宁宁吗？他抬手看了一眼他的百达翡丽，好像真的很着急的样子。我帮你把车停在门口，钥匙交给老师，我把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听到这话，江毅愣了愣，低声说了句随便吧。他的车钥匙上垂着一颗小栗子，逼真可爱，但完全不像他的风格。饭后，江毅急匆匆的出门后，我和江宁紧随其后。宁宁，平时都是爸爸去接你吗？爸爸无论多忙，都会来接送我。宁宁乖巧的坐在副驾上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和江毅简直一模一样。说来奇怪，他喊我时，从没带过任何称呼，难不成把我当成了恶毒后妈？我识趣的闭了嘴，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了。我把车钥匙交给老师，转身时看到老妈拎着侄子急匆匆的赶来幼儿园，天天睡不醒，跟你姑姑一模一样。我想逃，却被逮个正着。晚上不回家就发条微信，不知道打个电话，老妈逮到我，劈头盖脸一顿输出，你送孩子就空手来啊。林子轩慌忙中喊了句姑姑救我，反手就被推进了幼儿园。我一个脚底抹油，抢先逃回了家。再待在家，人都要废了，你要出门，多接触一下人群。老妈快步跟在身后。我戳着耳朵，边走边喊，知道啦，知道啦。许是没有见过这个架势，江宁站在门口，呆呆地望着我们，直到小直拉起他的手，他才缓缓转身进门。老妈的甲状腺早些年就割掉了，留下了碗大的疤，需要长期服用甲状腺片，情绪不稳定是常事，早点找份工作才是正事。刚回到屋里，就收到了一份电话面试，董事长秘书请了产假，急需人手，
月薪10万，16薪，5险1金。我当场点头，但看到董事长的瞬间，我傻眼了。江毅董事长迎面递给我一沓会议材料，办公室里忙忙碌碌，我甚至找不到一个闲人来八卦一下老板的私事。罢了，好歹是份正经工作。除了江毅偶尔会让我在午休时间送咖啡，顺便留我在办公室午睡，除了偶尔需要接送宁宁上学，除了经常半夜去江毅家拿材料，我现在对江毅的家比对自己的家还要熟悉。宁宁虽然还是不喊我，却对我亲近了许多。不得不说，她确实和我有几分相似。我对宁宁的妈妈开始有些好奇了。那天接她放学的路上，我第一次开口问她，宁宁，你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她坐在副驾上，还是一副乖巧的模样，只是少了几分疏远。长头发，眼睛大大的，喜欢吃糖。去过江毅家这么多次，还从没见过两人的合照。听宁宁描述，怎么和我还有点像呢？但她迷路了，好久才找到我们。小孩子的话开始变得抽象了，我只能岔开话题。最近在学校有交到什么新朋友吗？有，林子轩哥哥。宁宁什么时候和小直这么熟了？那我们假母子的事情岂不是早就暴露了？这样想想，那天小直当众喊我姑姑时，宁宁在；老妈骂我没有工作时，宁宁也在。隔天，江毅就心情大好的成了我的顶头上司。可宁宁还是个孩子啊。我脚踩油门，送宁宁回房后，正准备去公司找江毅算账，发现他死鱼一样躺在卧室里。江毅，宁宁还那么小，你怎么能派他在我身边当卧底？他面色红润，但似乎有点红润过头了。39.7摄氏度，最近公司赶项目，他已经熬了好几个大夜了。你醒醒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去医院，江毅把头闷进被子里，仿佛宁宁附体般耍赖。无奈，我只能找来退烧药，每隔2小时替他量次体温。等他完全退烧时，已经是凌晨4点。加钱，这个必须要加钱。我打着哈欠，刚要起身回房，手被人轻轻握住。青青，是你吗？江毅怕不是烧糊涂了。是我，记得加钱。我拍了拍他的手背，却被他反手握住，一把扯进了怀里。他就这样紧紧抱着我，好像我随时都会消失似的。我趁他虚弱，在他耳边轻声问道，对了，宁宁妈妈是谁啊？青青，青青。他烧糊涂了，只会翻来倒去的喊我的名字。算了，我实在太困了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任由他抱着，竟就这样沉沉的睡了过去。一夜无梦，醒来时，我枕着江毅的一条胳膊，整个人缩在他怀里。我抬手探了探他的额头，已经完全退烧了。晨曦下，江毅的睫毛投下浓密的阴影，像一只随时会消失的蝴蝶。我正望得出神，门外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。爸爸妈妈不在屋里，可是我要迟到了。我条件反射的装睡，江毅小心抽出胳膊，把宁宁带到了楼下。嘘，妈妈在睡觉，今天我送你。等楼下响起关门声时，我才缓缓睁开眼睛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刚才他们怎么称呼我来着？妈妈。一定是昨天熬夜熬出了幻觉。我刚坐起身，挠了挠头，床头响起了一阵刺耳的铃声。林秘书，有份策划书得麻烦你跑一趟江总家。这倒是不麻烦。江总在开车，只说在书房。名字发我吧。我踩着拖鞋去了江毅的书房。江毅让我拿文件时，总是让我在客厅陪宁宁玩，我还从没去过他的书房。满墙的书规制得整齐，书桌上也只有寥寥几张纸，和他办公室的风格如出一辙。翻找未果，我只能去抽屉里碰碰运气。刚打开右侧抽屉，里边滑落出一个厚重的笔记本，轻轻运记。我叫尹薇，来自现实世界。记不清第几次在图书馆通宵备考时，晕晕乎乎中穿到了一个叫林青青的女孩身上。林青青好像是一款日常类游戏的角色，没有什么特定主线任务，但后来我有了一个表白墙上得来的男朋友，有一个体弱多病但唠叨可爱的老妈。我不想回去了，现实世界里没人爱我。江毅为人清冷，但会像孤儿院的哥哥一样照顾我。孤儿院的哥哥在他生日那天被人收养了，他甚至没有吃到我偷偷为他准备的长寿面。我们从未吵过架，直到那次，为了一个不存在的白月光，
我和江毅大吵了一架。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来自现实的力量，一种被操控的感觉。江毅根本就没有什么白月光，有人在控制着我们的关系。也是在那天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巨大的恐惧感覆盖了喜悦。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发展，但我还是想生下这个孩子。江毅也不知道那个白月光从何而来，只是一遍一遍的向我道歉，但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错。他第10次打来电话时，我告诉了他我怀孕的消息，因为短短几天已经有太多意外发生了。突然出现的水坑，楼下嬉戏打闹的孩子，我不知道凭我自己能不能保孩子安全降世。江毅把我接去了他那里，他从背后抱住我，将内侧刻有我名字的戒指圈入我的手指，青青，我们结婚吧。不要，最近好肿，婚纱照不好看。江毅却忽然像个孩子一样耍赖，那我们先领证好不好？不要，结婚证也不好看。最终，一切事宜因为我孕吐严重而一推再推。后来，江毅不知在哪里找来一个厚实的本子，说要把一切都记录下来。他扶着我的手，一笔一画的在封面上写下了青青孕记4个字，怪肉麻的。当时，老妈在术后休养，我没敢告诉她怀孕的事情，只是说晚些会给她一个惊喜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个惊喜会来得这样突然。那天，我突然很想吃糖炒栗子，初秋的栗子还没有上心，江毅特意跑去了城西。为了防止首饰卡在浮肿的手指，我被护士褪下戒指，推进了产房。在戒指脱离的瞬间，我忽然觉得和这个世界一丝若有似无的联系断开了。宁宁啼哭声刚响，在一片刺目的白光中，我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剧情严重偏离主线，强制退出，我只得到了这样一句话，声音机械冷漠。但我想回去。我砸下全部身家，找到了游戏开发者的微博。我想回去，你可以帮我吗？他秒回，看来我并不是穿进游戏的个例，虚拟世界不可沉溺，哪里有我的爱人，哪里就是真实的。可以，这都是你的选择。代价是什么？会损失一部分记忆，你甚至可能会忘记自己是谁，这些都是不可控的。纠结再三，我还是回到了游戏世界，只要还能回到他身边就好。天可怜见，我还记得江毅，但记忆停留在了我们吵架的那天，我以为我们在大吵后就分手了，有关宁宁的记忆也被全部抹去。江毅亲手留下的这本青青孕记，偶然成为了我在这个虚拟世界挣扎的痕迹。过去的记忆像是走马观花，直到手中的手机响起，我才回过神来。是江毅，他语速飞快，声音没有了往日的冷静。李经理那份资料不着急，你先不要去书房，等我回去。我呆呆地望着窗外，打断了他的话，江毅，我牙疼。电话那头没了声音，只有风声，在那段被我遗忘的岁月中呜咽。江毅是在半个小时后回来的，手中捏了一份城西的糖炒栗子。牙疼很厉害吗？要不还是送你去医院？不严重，帮我拿个花椒水吧。我一步步跟在江毅身后，来到了厨房，他在柜子的最高处藏了好多糖果。棉签进了白酒花椒水，还泛着晶莹诱人的白光。乖，张嘴。味道太重了。江毅就范，重新浅浅地蘸了一根，咬在疼的地方。我乖乖张嘴，含糊地问他，宁宁呢？江毅跟我装傻，谁是宁宁？我儿子江宁。江毅手中的动作顿住了，声音微微有些发抖。我不想让你看到那本书，是怕你觉得我在逼你。当初你在医院不辞而别，3年了，我到处找你，甚至有时候我会祈祷你只是忘了我们。所以你不是不要我们了，你只是暂时忘了是不是？我无意向他解释这些光怪陆离的事情，就当我只是简单的失忆吧。我回来了，我为你们回来了。江毅像个孩子一样，把头埋在我的颈窝，许久不肯放开。那天是周五，江毅不知什么时候和宁宁通了气。宁宁放学时一路小跑过来，搂着我喊妈妈时，被小直看了个正着。姑姑竟然请了别的演员，说好的任人唯亲呢？我让江毅和宁宁在车上等我，把林子轩单手拎回了家。回家时，老妈正在厨房做着辣椒酱，鲜红火辣的辣椒粘的手套上到处都是。我坐在对面，大献殷勤，妈，你先别激动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激动，
我激动过吗？这一嗓子直冲我天灵盖。我心虚的摸了摸后脖梗，没，就是我发现好像真的有人带球跑了。我以为老妈会像上次一样翻我白眼，毕竟这事儿确实有些难以理解，但她只是轻叹了一口气，真喜欢就带回来见见吧，有孩子就有孩子，又不是养不起，我催你找工作也不是逼你赚钱，人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，不要像我，一辈子困在厨房里。男人带球跑，确实有点难以理解。老妈最近好像瘦了，脖梗上的蜈蚣爬得愈加狰狞。我突然好想抱抱她，我去约会了，改天带他们来见你。老妈对煽情一向是杀无赦，用手肘拱了拱我，去，今天别回来了。我回到车上时，对着宁宁猛亲了一口，乖乖，久等了，爸爸请吃大餐。江毅无奈的看向后座，他一个人可以的，你坐前边吧。前边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专心逗着宁宁，丝毫没注意到他话中的醋味。宁宁自从那天后，像是突然之间舍弃了江毅悉心培养的假象，每天蹦蹦跳跳的跟在我身后。妈妈，子轩哥哥说要请我们吃饭。妈妈，爸爸一个人出差会不会害怕啊？妈妈，牙疼，遗传点什么不好？我只得半夜爬起来，替他捏了颗花椒，碰巧看见江毅独自坐在客厅里。宁宁牙疼，我来拿点花椒。他只是简单应了一声，听起来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我哄宁宁睡觉后下楼时，他还在客厅里。怎么了？谈生意不顺利吗？林青青。他只是在黑暗中低声呢喃着我的名字，骨节分明的手慢慢攀上了我的手臂。他好像喝了红酒，唇齿之间辗转弥漫着甜甜的味道，这些都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昏睡前，他还在颠三倒四的喊我的名字，青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周末，我们本要带他们去见老妈的。那天，江毅起得异常早，衣服换了一套又一套。这套是不是太正式了？这条领带，幼稚吗？还是这个比较好？我套上睡衣，刚要帮他系领带，他手机连震了几声，你帮我看看吧。他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，我们之间已经渐渐没有了秘密，本打算把消息念给他听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，他又来了。那个不存在的白月光，这次又来改变剧情吗？如果我们真的互见家长，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，会怎么样？我又会回到现实世界吗？我嘴唇泛白，指尖有些发抖。江毅见我反应异常，凝眉看着手机里的消息。青青，我真的不知道发消息的人是谁，你相信我。江毅手足无措地向我解释。我相信你，但我除了相信你，我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我不想再回去了，我不想再次忘记你们了。江毅紧紧地将我搂在怀里，我僵硬的双臂慢慢回抱他，一字一句地在他耳边说道，江毅，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。江毅愣在原地，过了许久才艰难开口，我批你年假，你在家休息，不要乱跑好不好？我走时，宁宁还在睡觉，我在她额头上轻轻落下了一个吻，妈妈会努力再回到你们身边的。我回到家后，把自己关在房里，疯狂地寻找关于开发者的消息。没有，所有的途径都找不到他。我精疲力竭地瘫在屋里时，老妈一脚踹开了我的房门，修仙呢？猪肉大葱的饺子，要醋吗？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强迫自己点了点头。老妈坐在我床头破口大骂，男人多的是，这个不行，咱们换下一个。再说，还带孩子，谁稀罕似的？人啊，得往前看，你看你爸没了，我不照样活得好好的？我塞着饺子，眼前慢慢起了一层水雾，饺子糊成了一片翡翠。是啊，往前看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刚要抱住老妈时，屋外响起了一阵小奶音。是我，开发者。我光着脚开门时，当即就傻眼了。宁宁，怎么会是开发者？林青青，我找你。宁宁双臂环胸，小大人似的站在门口。老妈紧随其后，惊得吓出了声。我去，长这么像，还真是带球跑啊。之前在幼儿园，老妈见宁宁见得不太真切，仔细看来，确实和我有几分相似。宁宁顾不得我们的惊讶二重唱，拉着我的衣角进了门。没错，是我就是开发者。宁宁，你别闹了，我把她抱到床上。宁宁挣扎着扑腾了两下，还是乖乖坐下了。别担心，我只是暂时借用你儿子的身体，
我是来问你，你确定要留在这里吗？他说话的特点太过分明，是他，确实是他。我确定，我要留在这里。好，我为你和江毅开了一个副本，开放式结局，不会再有更正主线剧情的人物出现了，你也不会再像上次那样被强制退出了。不会啦，那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我还是觉得不可置信，陡声问他，真的不会了？他点了点头，你之前不是问过我，你是不是唯一一个进入游戏的真实人物吗？其实不是，你进入游戏之后，有个人曾经找到我，主动要求进来，他的角色名字叫江毅。我屏住呼吸，一动不敢动，半晌才缓缓开口，你说谁？江毅，他说你是他孤儿院的妹妹，从小胆子小，一个去会害怕的。我在孤儿院的哥哥，他叫李寻，停电时他会隔着栏杆把最后一根蜡烛递给我，他会在我睡不着时给我讲天南地北的故事，他会在我牙疼时去厨房偷来一粒花椒。前段时间他也被强制退出了，但因为身体好一些，所以只失去了一小段时间的记忆。所以那次他出差回来，喃喃的叫我名字时，是真的在确认吗？这次白月光的出现是 bug， 江宁也不会有事的，睡一觉就好，别担心。话音刚落，宁宁猛然向后倒了下去，我搂着宁宁的肩膀晃了晃，完全没有反应。宁宁，宁宁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刚抱着她出门，就看到江毅和老妈分坐在沙发的两边。你们？江毅做的乖巧，老妈率先开了口，我们谈的不错，我外孙怎么了？我听着宁宁规律有力的心跳，慢慢冷静了下来，没事，就是困了。宁宁不见了，留了字条说要来找你，我就追来了，我不是一定要逼你回去，江毅说的小心翼翼。我歪头问他，你不是说那里是我家吗？那我为什么不能回去？江毅的桃花眼瞬间点亮了星光，真的。我抬头看着他，好想亲他的眼睛啊。最后还是老妈强行打断了我们，刚刚我俩说好了，但一切都要按规矩来，从提亲开始，一步都不能少。江毅轻点了点我的鼻尖，一步都不会少的。婚礼筹备了好久，光婚纱就挑了小半个月，每一套江毅都说好看。那怎么办？我1个小时换一件。江毅从身后环住我，笑了笑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看着镜中江毅的脸，忽然想起了开发者说的话，轻声唤了句，李寻，是你吗？声音不轻不重，堪堪落入了他的耳中，他微微愣了，侧脸亲了我的耳垂。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在这里喊我的名字，我怕你不记得我，我怕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的替身就不理我了，我是为你而来的，就让我们以江毅和林青青的身份在这里长长久久的好不好？我转过身，踮脚吻上了他的眼睛。我年少许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婚礼最终定在了海边，宁宁是我们的小花童。应宁宁的要求，现场贴满了我们一家3口的照片。老妈穿着白色的旗袍，将我亲自交到了江毅的手中。江毅头发打理的一丝不乱，比宁宁还要紧张。海风中，他颤抖着问我，你愿意吗？我紧紧地抱着他，从你隔着栏杆递给我蜡烛时，你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光亮了。但我当时太过迟钝，错过了命运馈赠的礼物，但幸好，在另一个世界中，我没有错过你。所爱隔山海，山海亦可平。番外，江宁视角。幼儿园的同学都有妈妈来接，可我没有。爸爸，妈妈去哪里了？你妈妈迷路，找不到我们了，我们等等她好不好？爸爸在公司雷厉风行，对下属总是板着一张脸，但对我总是很温柔。他喜欢宠溺地揉我的头，会在我半夜牙疼时替我准备白酒花椒，会坚强的一个人带我去医院东奔西跑。但我知道，他也会在2楼的那间客房里一个人喝闷酒。那间屋子，爸爸从不让我上去捣乱。我想妈妈，但我觉得爸爸更想妈妈。那天放学时，爸爸从公司抽身来接我，我在门口看到了一个漂亮姐姐，她和那张毕业合照上的妈妈长得一模一样。这是迷路的妈妈吗？她回来了吗？但爸爸绷着脸，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，我没敢认。而且隔壁班的子轩哥哥为什么也喊他妈妈呢？他不是已经有一个短发妈妈了吗？爸爸抱我上车，路上却很不开心，
爸爸，为什么子轩哥哥可以有2个妈妈？你说什么？爸爸心情好了一些，把车停到路边，耐心问我。爸爸低声嘀咕，所以那不是他儿子，侄子像姑，倒也正常。她是麋鹿的妈妈吗？我问道。是，但现在不能随便叫，要等爸爸去问清楚，可以吗？爸爸拿出了床头柜深处的那枚珍藏的戒指，换了件仔细熨烫的衬衣，戴上袖箍，还喷了香水。他用力亲了亲我的额头，早点睡觉，等我把妈妈带回家。隔天早上，爸爸带着一身酒气，早早叫我起床吃早餐。他说妈妈喜欢吃三明治，冲澡后急匆匆地跑去厨房做饭。还不能喊，去学校后记得再打听一下子轩哥哥，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爸爸。爸爸低声嘱咐我，还给我带上了一个小天才电话手表。妈妈就在这时下楼了，她果然喜欢吃三明治，2口就吃完了。那天是她送我去上学的，我也有妈妈送了。妈妈也有个妈妈，脖子上的疤像个长长的蜈蚣。她嫌妈妈没有工作，我转头就告诉了爸爸。后来秘书叔叔就消失了，之前他总会定期向爸爸汇报工作进度，但最近听说她怀孕了，男人也会怀孕吗？那我以后也会吗？妈妈每天都会接送我，爸爸有时会半夜叫妈妈来送资料。我从没开口喊过她，但其实在心里默默喊了好多次。后来有一天，妈妈替爸爸拿文件时，看到了那本《卿卿运记》。爸爸曾经带我看过，他说，你就是这样一点点长大的。我含着花椒，安安静静地坐在楼下等爸爸回家，我马上就可以有妈妈了。妈妈每天接送我，晚上还会哄我睡觉，我好像变得越来越粘人了。爸爸偶尔还会吃飞醋，但我不想把妈妈让给他，他都可以照顾自己了，为什么也总黏着妈妈？烦人。有天晚上，爸爸说明天要带我去见姥姥和舅舅，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。第二天，妈妈却带着行李悄悄走了，临走，妈妈说会努力再回到我们身边的。我没敢睁眼，妈妈又迷路了。妈妈走后，爸爸又把自己关在2楼喝闷酒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听到了一个怪叔叔的声音。他说要借用我的身体，可以帮我找回妈妈，我答应了。书上说，一个人不能有2个灵魂，那我会死吗？死就死吧，只要妈妈回来，爸爸就可以变得快乐一点点。叔叔挤了进来，留张字条后就出门打车了。他真的去见了妈妈，还有脖子上有条疤的蜈蚣姥姥。怪叔叔和妈妈说了好久，都是我听不懂的。慢慢的，我睡了过去，做了好久好久的梦。醒来后，他们都变得好忙。妈妈给我挑了一件小西装，交给我一个小花篮，我要去当花童了，就是见证他们幸福的那个人。蜈蚣姥姥坐在台下，她嗓门很大，总是笑呵呵的，但我看到她在台下偷偷哭了。以前爸爸教我不可以随便亲女孩子，亲了就要负责。婚礼上，爸爸抱着妈妈亲了好久，他们对彼此说要永远永远要在一起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